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空与因果。一，有人问：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师父，您能讲解一下吗？智空禅师开示：法有很广泛的意义。圣义谛上讲一法不立，一切法皆是究竟法，唯有究竟法一法，所以就叫圣义谛。而世俗谛是指缘起诸幻有。万法皆空是站在圣义谛上讲的，是指一切法平等和不实。由于一切法平等和不实，所以说世俗谛一切法的差别相只是幻化。由于一切相是幻化的，所以说一切法是空的。因果不空是站在世俗谛上讲的。世俗谛上有相的缘起法，表现为因果规则。虽然这种因果法在圣义谛角度讲是幻化的，但这种世俗谛角度幻象的缘起性就是不空。我们生存在世俗中时，必须要应对幻象的缘起因果，所以叫因果不空。总之，万法皆空说的是圣义谛，因果不空说的是世俗谛，但同时圣义与世俗也是不二的，不能因为圣义谛的理念的空而抹杀了一切法世俗谛之缘起性，也不能由于世俗谛缘起的不空而忘记了圣义谛上的平等性。二，有人问：为什么以错误的知见回答大修行人不落因果而堕落500世狐身？知道不昧因果时而脱离了狐身？智空禅师开示：由于狐狸见地不确定，然后又乱讲给他人，讲了以后，他的心中始终无法肯定自己的见地正确与否，一直在那里纠结，所谓犹疑不决，结果死后就一直堕落狐身。后来当他听了不昧因果的道理时，就在心中确立了一种不疑的见地，所以就脱离了狐身。其实堕落狐身或脱离狐身，根源不在于不落因果与不昧因果所代表的法理正确与否，而是他在不昧因果的回答中落实了自己的见地，没有了怀疑，这才是最关键所在。必须要正信、确信，实证的出来的见地才可以让自己确信，没有丝毫怀疑。一般来说，研究经典的出来的见地，往往自己都不能肯定，就会导致像这只狐狸一样，害自己无法脱离狐身。如果当时他对不落因果的见地能不怀疑，也就不会堕狐身。而后来如果他对不昧因果的道理依然怀疑，那就会继续堕狐身。所以对狐狸来说，重点是这一句不昧因果破除了他的怀疑，落实了他的见地，而不是不昧因果这句话的道理是否正确。